Hello， 大家好，欢迎回来，我是烂手人设计师 Jimmy 如果你们喜欢看这种又臭又长又细的钟表分析，请务必帮我们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还有我们频道现在如果有广告出现的话，拜托大家帮我们多看10秒钟，你的一个小动作对我们来讲会是一个很大的支持。Jimmy 跟小编在这边先跟你跪，就是很谢谢你们的意思。OK， 今天的主角呢，我们要介绍一个新兴品牌，它也不是新兴品牌啦，也出一阵子，就是它是来自美国的一个品牌，叫做 Vail。然后 Vail 这个品牌，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它的 G5 Meridian GMT。特别的是，它是 Tactical 的 DLC 版本。为什么这只表？对不起，喝个咖啡。为什么这支 Meridian GMT 它会这么的被讨论，这么的火热，在网络上面很多人在讨论。你们如果有去看 Reddit 应该就会知道。OK， 它搭载了 Miyota 的9075的机型，是所谓的真正的 GMT， 也就是 Flyer GMT。那这个功能原本只会出现在 Rolex 的 GMT Master 啊，或者是 Omega 的 Speed Master、C Master 的 GMT， 或者是 Tudor Black Bay GMT 这一类3000到5000美元以上的表款。如今 Vail 居然可以把它的结构下放到800美元的级距，我觉得太香了。那 GMT 是什么呢？我们这边还是简单来帮大家补习一下。简单来讲，就是它是额外的第4根指针。我们一般的手表都是大3针嘛，就是时针、分针、秒针。那它多了第4根指针，它可以追踪2个时区，甚至是搭配上旋转外圈的话，可以追踪到第3个时区。所以对于跨时区需要沟通、经商、飞行或家人分布在不同大陆的人， GMT 是一个很实用的功能。不过 GMT 也分2种，一个叫做 Color GMT， 一个叫 Flyer GMT。 我们在之前几集的节目里面曾经有提到过。前者所谓的 Color GMT 呢，就是独立快跳。那后者的 Flyer GMT 呢，则是当地时针的独立快跳，日期也会跟着跳。这个差别的在哪里呢？是旅行时会放大10倍的差异，因为 Flyer GMT 可以让你落地之后直接把时针调到当地的时间，你的走时不会停，这就是真正的 GMT 的价值。那反观则不是。OK， 今天这支影片我会从设计、品牌历史、结构、机型表现到适合什么样的使用者，来带大家完整分析 Vail 的 G5 Meridian GMT。最后我也会告诉你这只表到底哪里值得买。首先我们来讲它的整个外观设计。它的表壳是时下大家最喜欢的 39mm， 有这个箱型的蓝宝石镜面15.6mm 的厚度，表耳到表耳大概是 48mm， 控制在 50mm 以内。那表耳的间距呢，则是表带的宽度则是 20mm。 对于6寸到7寸的手腕来讲，这是一个很不错的尺寸。那厚度虽然比较厚，但是因为整个表壳侧面有一些弧线，所以实际上它会，我觉得更比这个14.3的 Pelagus 还要显得更薄一点点。OK， 那表耳跟线条呢，它使用了这个旋曲式的表耳，有点类似 Omega Speed Master 的那一种线条。那这样的设计会让它不像一般工具表那么的板正，而是多了一点优雅感。这也是 Vail 的 G5 不是工具表，而是工具加上设计的一个混血的特色。那表圈呢，则是有120段的双向旋转表圈，陶瓷的材质，夜光填充。Tactical 版本采用的则是这个抛光黑陶瓷圈。那这一点其实有一点点争议，因为战术表其实理当应该是要低调消光，那你抛光陶瓷圈反而又很亮，很容易反光。不过换个角度看，毕竟这些都是属于玩家级别的东西，那在阳光下它当然就更显高级感。那对于一般消费者来讲，这种假装 Tactical 的设计，我觉得是更酷的一个设计语言。表盘的部分，黑色的缎面底
那没有浮夸的装饰，时标是金属框架的立体夜光块，圆形、梯形以及12点钟的三角形混合设计，灵感是来自于 Rolex 的那个有一点潜水表的味道。那 GMT 指针则是一个很鲜红明显的一个红色箭头，很抢眼，非常一目了然。那夜光它用的一样是 Superluminova 的 BGW9 这个型号。OK， 那实际测试上在稍微暗的环境下就可以隐约看到微光，那基本上晚上刚关灯就跟手电筒没两样。那据说它的亮度维持可以达到一整个晚上，那这一点比起 Seiko 常见的 Luma Bright 的确是要强了不少。那 Tactical 的版本它配的是 PVD 的黑钢链带，然后配了一条 FKM 的橡胶 Tropic Strap。不过链带被骂得很惨，因为大家知道 PVD 的涂层它是非常不耐久，只要有在使用，然后有在开扣环，其实很快边边角角就开始掉漆。所以相较起来，他们所附赠的橡胶表带就合适很多。那威尔之家也知道玩家很爱玩表带，所以他们所有的表带都是支持快拆系统的。那实际上这只表搭配北约表带或者是尼龙的 strap， 我觉得它的战术味道、军事味道会更浓烈一点。总体来说，设计语言就是致敬 Rolex GMT Master。OK， 那加入了军表的一些元素，它没有完全的去复刻劳力士，而是它有它自己设计味道的平衡点。那接下来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品牌的创立的背景。OK，Wear 它成立在2016年，美国加州的威尼斯海滩。那创办人是2位热爱户外运动的年轻人，他们希望可以打造一个很诚恳、很实用的工具表品牌。从一开始的石英表的野战表，到后来就是 Field Watch， 到后来的自动机械潜水表，甚至是太阳能表、计时码表 ，Wear 的产线越来越宽广，但是它的核心理念是没有变的。就是它很户外、很耐用，然后 Made in USA。其实 Made in USA 美国组装的意思是什么？其实我们可以把文字拆解一下。简单来说啦，零组件大部分来自于国际供应链，例如日本或瑞士。我猜有很大部分是大陆的，但最后的组装跟 Quality Control 都是在美国完成。那它当然就是可以降低成本，又可以维持一定的品质，那还可以符合法规去讲，就是所谓的 American Assembly， 就跟红酒很像，你懂吗？你只要多少比例的法国产区产的红酒，你就可以叫法国红酒，就很诡异，你懂吗？就是有时候你都不知道你在喝什么。OK， GMT 系列的诞生是因为市场对于平价的真正的 GMT， 就是 Flyer GMT 的需求越来越高。因为大家知道 Seiko 的 NH34 是我们最常见的 Color GMT， 但它并不是真正让旅行者很舒服使用的 GMT， 大家还是会喜欢传统的 Flyer GMT， 所以基本上就是去买 Rolex Tudor 或者是 Omega。那直到2021年的 Miyota 推出了这个9075的机型，才打破了这一个僵局。Wear 一嗅到机会，就立刻去搭配了这个 Miyota 的9075机型，推出了 G5的 Meridian GMT。那它的灵感就我刚刚讲，来自 Rolex GMT Master， 那融入了自己的品牌元素，那配色上也有经典的 Pepsi 的红蓝圈、Batman 的黑蓝圈、绿圈，以及最特殊的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高调的战术版本 Tactical DLC 全黑这一个系列。那这就是 Wear 想要在$1000的以下要去在 GMT 抢占一席之地的一个关键的策略。那结构跟机芯的部分 ，Miyota 的9075是一枚自动上链的机芯，正频是来到28800次每小时，动力储存是42小时。那它的特点也是它的重点，就是当地时间可以独立1小时1小时的快跳，这就是 Flyer GMT 我刚刚讲的灵魂。那日期跟当地时间时针同步，因此跨午夜之后它会自动日历会顺跳。那缺点就是没有快调日期的功能，所以如果你的表停了好几天，这个 Flyer GMT 是必须要一直去转这个
第4帧才能把日期调到你要的日期时间。那精度方面呢，根据他们的官方标示是在-10秒到+30秒每天，但实际测试大部分玩家测试的 feedback 大概都是在-5秒到+15秒之间。那评测的结果测试其实大概就是每天最准的情况下就是+6秒，也算是稳定了。那使用的是 316L 的不锈钢，那 Tactical 版本有 DLC 的硬化涂层，那其实那涂层很烂啊，对，就是并没有什么耐刮。那防水200米还不错。那每一只表在出厂之前都有做这个湿度的压力测试，那这一点比很多只做理论标示的品牌，我觉得是更有诚意的。那整个表它是用双弧面的蓝宝石的这个玻璃，内层有涂这个防反射镀膜。那防反射它的控制会比 Vail 之前出的 C3 的战地表来的好的很多，但是还是会有一点点蓝色的反光。不过在这个价位，我觉得已经算是表现的是可圈可点了。那重量，如果单只有是这颗手表的表头的话，是82公克。那搭配他们家的链带会稍微再重一点，但整体的佩戴算是舒服。然后另外我要讲一点，他们家的链带打磨算是很不错的，不刺手，而且佩戴起来相当的舒适。那这个就是 G5 的这个表有的缺点呢，我也大概讲一下。就是 Tactical 的版本，它的陶瓷圈就是我刚刚讲的过于抛光，变成高亮度，其实并不符合战术表的那一种低可见性。然后再来是它的这个表冠没有护肩，所以对于实际的军用场景来讲，它会太脆弱。然后 PVD 的链带非常的不耐刮，非常容易留下刮痕。你也知道，这种 PVD 黑色一旦只要有刮痕，就会非常非常的明显。所以我觉得它的性价比来讲是很差的。总体来说，设计结构跟机芯的配置都是远远超过在这一个价位带应该要有的一个水准。OK， 那么 Vail 的 G5 Meridian GMT 究竟适合谁呢？我觉得适合长飞行的旅人，每年2趟3趟的国际航班。那这一枚标准的 Flyer GMT 就可以让你在落地之后只需要转动10帧就可以显示当地的时间，差2个小时你就往前调2个小时，差8个小时你就往前面调8个小时，随你马上就可以调整，非常的简单。再来是一个我觉得是爱好设计的人，因为它毕竟是少数的平价的 Flyer GMT， 所以我觉得它蛮讲究的。从这个拱形的这个蓝宝石给了陶瓷圈，我觉得种种这一些元素加起来，其实让它在$800的这个区间是蛮物美价廉的。再来一个是想要入门真正的 GMT 的玩家，如果你们不是能够真的去确定是不是自己真的需要 GMT， 那我觉得这个表是一个很棒的入门选择，因为它大概就在2万多块台币，你就可以体验 OK， 我说体验类似 Rolex 同样逻辑的结构。OK， 那第4种人就是爱换表带的人，因为他们的链带做的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链带有一些拉垮，但是它的快筛设计可以搭配 NATO 橡胶或者是这种那个北约式的表带，反正 anyway 你可以玩出很多的风格。就是你们大家也知道我很爱玩表带，所以基本上看到这只表我就知道这个表玩表带是非常一枝独秀的。总结来说 Vail 的 G5 Meridian 的 GMT 呢，它不是一只真正的就是所谓的 Field Watch， 就是它不是一只真正的战术军表，它是一个有战术外衣的一般工具表。那好看、帅气、实用，但是绝对不可能让你在战场上拼命的去搏命。不过话说都到21世纪了，到底谁还在打仗，对吧？那如果预算在2到3万元的，想要拥有一支真正的 Flyer GMT， 那 G5 Meridian 几乎就可以说是在这个价位内，我觉得算是最好的选择之一。OK， 那最后再次提醒，如果喜欢这支影片的话，记得帮吉米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还有广告的时候
帮我们出现多看10秒钟。吉米在这边跟你说谢谢。OK， 无论你戴什么表，时间都会不断的流逝。我现在讲的每一句话，马上就成为了历史的过去。最重要的事情是，我们要怎么去珍惜每一秒钟。我是烂熟人吉米，小编也跟大家说再见，拜拜。